百事忙，千事忧，到头来万事休。天凉好个秋呀，好个秋！先生，马车没动过手脚，上来歇歇。你驾车就是，我跟得上。先生是不是后悔自己走得太快了？应该留在大隋多陪陪他们。哎呀，也不知道那群小崽子们会不会被人欺负哦。先生，那是过山鲫，能出水半月不死。不过他们对水质要求极高，可能栖息地发生了什么变化，所以这才过山搬家。哎呦，这可是万尾才会诞生一条的金色灵物啊！山上势力最喜欢化养此物，能精准判定宗门灵气流散情况。宝兵肯定喜欢。哎呀，马车是真没动手脚啊！哎，先生，等等我吧。看看，来看看。姑娘，看一看，你看我这什么都有，大的小都有。二位看看啊，这都是新鲜的螃蟹鱼啊。我要这只大的。啊，这个啊，明明8条腿，还谢六桂儿2毫。曾经我也像你们这般远游求学，拜在了老秀才门下，成了他的大弟子。那时候老秀才名声不显，一穷二白，偏偏规矩还多。我们师徒俩混得很惨，饥一顿饱一顿。哎，都怪先生的道理不值钱，连个辛苦费都没挣到。是听道理的凡夫俗子不识货，总有一天，先生的道理能名动九州，慕名而来的弟子无数，至少仙师都会逊色几分。小禅，你这马屁功夫，炉火纯青啊！学生，我这是真心的马屁话。先生，有天晚上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动了点歪心思，挣了点钱回来。从此之后，你我不再是师徒。不义之财送回去，至于你以后是坑蒙拐骗、打家劫舍，我管不了。连个开山弟子都教不好，我没那本事。是，但希望先生能留下1、2颗银锭，买几支好些的笔。笔都秃成那样了，就算肚子里有点学问，也倒不出来。哼，你给我等着！先生不吃？先生牙疼，吃不了这些。那笔呢？学问在这儿，跑不掉。小禅，这只螃蟹吃了就没了，但先生肚子里这点学问，你只管拿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不花钱。我们读书人只要1天不饿死，就要讲1天道理。那先生，这段谢六桂儿2毫是不是写错了？螃蟹明明是8条腿。哼，你懂什么？6条腿的螃蟹才叫稀罕。先生就是先生，肚子饿扁了，嘴都是硬的。那是我崔禅第1次离开文胜门来，虽然只有短短1个时辰，这件事就连我那师弟左右齐敬春都不知道。哎，不提了，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，灰都瞟我眼睛里了。好，曹府公子驾到！曹府公子来了，快闪开！这，让开！都让开！还有危险，快躲开！
我试试。老狗不挡道！王八蛋，眼睛还不如腚眼有用，以为自己是皇帝啊？你没事吧？有啥事儿？就这点场面，也想吓唬小爷我啊？你们是读书人吧？头一次来州城，那一定要去看看芝兰府啊！芝兰府？那可是州城宝地，汇聚天下名书，满满的书香气，能延年益寿，还能驱邪避祟呢。哎呀，只可惜这会儿曹家人把好地方占为己有，不让人进。先生，我倒是听说那栋书楼里盘踞着一头活马，看样子该是他蜕皮的时候了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变故呢。大白哥，你倒是有些大见识啊！和小爷我聊得来。先生想管？我本事就这么点儿，管不过来。哎，先生本事是不大，但学生我不一般呢。如果先生想凑这个热闹，我就为先生排忧解难。走了。哎呦，我脚给崴了！该死的曹家人！我千里迢迢而来，就是为了见芝兰府一窥。这还怎么去啊？啊，先生，不如我送他去曹府，先生在城门口等我便是。你什么时候这么热心了？近朱者赤，我这不是被先生感化了？你这个弟子倒是挺上道的。遇事先讲道理，2个时辰。如果你还没有回来，我就自己赶路了。唉，先生真绝情啊！陈平安真绝情啊，一声不吭就走。离别之仇啊，个人有个人面对的方法。这么会为他说话，人家送你玉簪了吗？我没有不奇怪啊，可是你没有就不对了。这么漂亮一个大姑娘，哎，动口不动手啊！哎，这要是陈平安的鱼竿，你还敢这么泼辣？我跟你姓！你也太勤勉了，就不能休息休息吗？论勤勉，谁能比得过他呀？我不想被陈平安看不起。走那么快干嘛？都没来得及喊你一声小师叔。不过，陈平安给担心了。又逃课啦！读书人爬树，有辱斯文。啊，老先生，我知道书院有规矩，我认罚，晚上就抄书。放心，我写字比跑步还快。宝平啊，至圣先师到了70岁才敢随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如果一般人光顾着自己开心，什么规矩都不讲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当然了。我道理讲完了，你呀也不用抄书了。老先生的学问很不错，这么高。那等我小师叔识字再多一些，就这么高。哦，那你小师叔可了不得，将来能保护好我们的小宝平。哎，景春，早知道应该见一见那少年的。喂，大白鹅，你有胆量把那张符纸给撕了吗？你小子行啊，有种！嘿，怎么样？以后跟我混，我罩着你。啊，不敢不敢。我堂堂玉江小郎君，和这儿的水神是好兄弟。嘿，喝酒吃肉，
来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定。放心，小爷我讲道理，不吃你。等我吃掉那条活马，再来找你。哎，陪小孩演戏还真累。我乃云游四方的散仙，见贵府妖气冲天，特来相助。滚滚滚！哪来的骗子？来者何人？在芝兰府撒野！先生，你看看，道理讲不通啊！这个也挺好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才不是东西呢。算了。齐先生说，如果你不开心，我可以从槐木剑里出来陪你说话。谢谢。这段时间，我跟着崔东山一路走来，才明白，不是学问大人就会好。这个世道，像崔东山这样学问大的坏人太多了。既然崔东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，为什么文胜老爷还要让他拜你为师呢？我想不通。所谓近朱者赤嘛，所以文胜老爷才希望崔东山能够跟在你身边。来者何人？好一个芝兰之士！你们暗中圈养火蟒，汲取书香之气。可惜这玉江之中还有条水蛇，觊觎火蟒已久。它会趁火蟒脆皮虚弱之际将其吞杀，转化为自身修为。你怎知我曹家的事？我还知道，你们明知这场水火之争会害死城内1000余人，却非但不提醒城内百姓躲避，反而使了障眼法遮蔽天机。难道是想利用这场浩劫称霸一州？我不管你背后是谁，我劝你曹氏大业莫要插手，不然你就是死的第一个。我的好脾气都在大门口用完了，现在我要登楼。你真当我芝兰曹氏是软蛋吗？我数3个数。3。你小子倒是怕死的很啊，怕死好啊。2、1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为赋新词巧说愁。想当年我被爷爷关在书楼苦读圣贤书，若是有你这样的家伙陪我说话解闷，我可能今天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。我把那水蛇放进来，打断了你大道机缘，你不生气？你当时若执意蜕皮，
数百年修为就沦为给那条水蛇做嫁衣的下场了。行啊，你小子竟然扮猪吃老虎，不但出手狠辣，眼光还很独到。你要是帮我吃掉那小丫头，以后我让你横着走。乖乖把真身放进来吧。还有你，有没有好处啊？有啊，比如活下去。好啊。哎呀，解决了你们的麻烦，我却丢了个先生。崔东山，哎，先生放心，我这次可没有滥杀，有几个运气不好的是死有余辜。我相信你。啊，太阳打东边落日了。崔东山，你知道为什么让你跟我一同回乡吗？知道啊，你觉得我是坏人，不安好心，怕我狗改不了吃屎，所以宁肯自己睡不踏实，也不愿意那些孩子出意外。崔东山，你不是好人，但你比我聪明很多，也知道怎么对付坏人，所以我想求你一件事。先生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如果你愿意返回大隋京城，真心保护宝平他们，那从今天起，我就答应你当我的学生。啊！一言为定。还是算了。先生，其实我早就猜到这一步了，连离别赠礼都准备好了。这条活蟒虽断了大道良机，但自幼汲取书香气，性子温顺，最合适当小书童。那条水蛇性格暴戾些，但能帮先生开山过水，很快就会来磕头认错。先生饶命！小的愿意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，虽死不悔。赶快进来，我只数3声。1，罢了罢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别不识好歹，我家先生是离珠洞天的土财主，只要你们好生伺候着先生返乡，少不了好处。一颗上等射弹石补偿你的损失，可以吗？奴婢愿追随先生。我早就看出老爷你身份不凡，老爷缺不缺暖被窝的丫鬟啊？只要老爷点个头，我就去跟老爷抢过来。抢你的！他告诉我2句话，一句是文胜老爷给你的临别赠言，一句是齐先生赠给毛晓东的临终遗言。天人相分，化性其尾。另一句是礼定伦，法治罢。齐敬春的甲子教化，离珠洞天孕育出了这个金色香火小人，文运与武运交融，实属罕见呐。先生不妨将它放在落魄山的山神庙里供奉。既然陈平安认了你做学生，文生老爷的另一句话，我觉得可以说给你听。洗耳恭听。学生问：谢六贵而昂，可是比窝？先生答曰：穷秀才，囊中羞涩也。怎么了？原来谢六贵事出有此。老头子，这么委婉的道歉，我接受了。这位大哥，请你行个方便，啊！实不相瞒，我今日真是第一次见到螃蟹，以前我连它有几条腿都搞错了。平常总是听人说蟹鲜美无比，可怜囊中羞涩。烦请大哥舍我一个足矣。我的真名叫崔婵婵，因为爷爷希望我道德品行、学问修养兼具名山大水之美，治理养全。
当我舍弃了一个禅字，逃离家乡，才拜入老秀才门下。兜兜转转，如今又多了一个先生。先生一路保重。如果我死在了大隋，我会帮你建一座衣冠冢。他娘的衣冠冢这词儿都知道了，这一路跟着宝平他们书真没白读。你自己小心。先生，其实玉簪店那对母女并没有死。先生起而行之，你我共勉。国师大人有何吩咐？接下来，劳驾你送我去往大隋。咋了？不好意思啊。远古时代，神人乘龙，跟今天有钱人骑马骑驴差不多嘛。那我在楼外等你。走喽！老爷，那家伙真够凶残的。他是我学生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老爷他不会是学坏了吧？尚书大人，那些大理的孩子忒不像话了。李怀榆木疙瘩不开窍，林守一逃课去看道家杂书。哎，还有这个，你看看，李保平在圣贤书上画武夫打拳，哪里有半点读书人的样子？毛老这么说，我只想问问，是齐敬春学问大，还是在座各位大呀？那是齐敬春眼光好，还是诸位先生好？他们身上的光环太大，势必会令一些大隋本土学子心生嫉妒，甚至怀恨在心呐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和树有什么关系呢？夫子还说刚才，别过去，起来啊！狗屎般的东西，没劲。不知道齐敬春金传弟子的屁股踹上去，会不会比踩屎的感觉好点？丢了。你躲了我好几天，把头抬起来。摔了一跤。说。打不过人家，是我舍友，但我一个打3个，没给你们丢脸。走。
嗯。